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动作射击游戏《钢炮部队2代》。本作的风格非常的像合金弹头系列，节奏要比合金弹头快，场景也非常火爆。大家看救这个人质，这就让我有很强的救的欲望了。你像玩赤色要塞系列、合金弹头系列，我都对救人质不是很上心，但是本作的话，能救还是尽量要救他。如果说这部作品有什么特色的话，就是主人公是双手持枪的，拿着双 H， 而且这个方向控制起来还有一点特别。我捡到了一个强力武器，刚刚一起救了3个妹子。弹药的话有2种，有一种是自然消耗数量的，即使你不开枪，它也在不断的倒计时。那还有一种呢，是按照数量来发射的。屏幕的视角往下移了，这说明一会儿要出现一个敌人呢，是从下面来的。好的，一个飞机，看敌方这个子弹速度非常快，因为游戏的节奏就很快。但是同样的，这款游戏如果屏幕的敌方数量比较多，还是会出现拖慢的，也就是子弹时间。这并不是厂家刻意为之，而是当年的街机的主板它的性能不足导致的。当年玩街机游戏，很多时候大家要利用到这一点。看这个小 boss 多高，飞机被击毁了，他抱着一个炸弹跳下来，想炸到我，拿到了奖励。这款游戏也有非常多的载具，看现在我开的这个，你看它发射的这个像不像是合金弹头的卫星？非常像那个武器，但实际上在这个位置还可能拿到另外一种战车。那个战车呢，前面是有一个大的机枪，但是那个战车的性能不如现在的这个，因为你需要频繁的换电池，它才能继续的前进。又救出了好多。那本作的载具比合金弹头系列要强打多了，合金弹头系列打3下就没了，这个可以挨打10下8下，但是呢，到了特定的位置，你还是会被强制下击的，所以说该用的时候就勇一点，往前冲。除了强力武器之外，我还捡到了激光。这个 SP 呢，它这个激光是一圈一圈的，这个方向不受你控制。这个机枪的战车，履带战车，前方就是 BOSS 战，后面好好的森林被毁了。BOSS 是一个大机器。那咱们现在呢，就开着这个履带战车和它刚正面就完事儿了。一会儿如果他想喷火的话，咱们再躲。反正这个战车也很抗打。BOSS 的几种攻击方式，我的战车受伤了，他发射出了好多导弹，不管他，就打他脸，喷火了，喷火了。又发射导弹，那我的旋转激光是清导弹的神器。驾驶员拿了一个导弹扔出来，手动发射导弹。他使用这招就代表呢，他要挂了。好的，让第1关过关。游戏的长度一共是有5关，每一关的流程也比较长，基本上在4分钟以上。咱们好像救了20多个人质啊。根据咱们得到的徽章数的不同，得分呢是有加成的。第2关，先爬一个铁丝网。之前有一些小伙伴跟我说推荐这款游戏，他说有一款游戏抄袭合金弹头，也挺好玩的。但是经我了解呢，不存在抄袭的问题，因为合金弹头初代发售于1996年，我现在玩的这个2代钢炮部队的2代
发售于1994，它还有一个初代发售的更早，1991年。那这款游戏并不是 SNK 出品的，它是伊雷姆公司做的。伊雷姆公司听名字可能很多小伙伴比较陌生，但是我说一下它推出的一些游戏，大家就熟悉了。比较著名的《淘金者》神作啊，街机上的铁钩船长、棒球忍者，这也是很多小伙伴童年常玩的游戏。另外呢，还有异形战机、海底战争、最后的人道等等。好了，切换场景。第二个场景上面大家看啊，这个东西是可以抓着的，它不是要扔这种重物来砸你，而是给咱们提供一个还可以攀登的地方。这种黄色的敌兵的机器人眼部是发射激光的，但是它的反应比较慢，没什么太大的威胁。如果它发射激光呢，你蹲下就可以躲过去了。这个蓝色的机器人它是发射子弹的，但是这个子弹你站在上层，下层的子弹够不到你。本作的攻击判定我吐槽一下，有一点迷。有很多的 BOSS 呢，它的攻击判定看起来范围非常的广，但是呢，实际上有攻击判定的位置是很小，但有的 BOSS 呢又比较严格，所以说你不能一概而论。这个红色的机器人会跳上来，更加的高级了。而且呢，它发射的子弹可以瞄准，并不像蓝色的一样往前面发射。好，这是一个造人的机器，制造机器人的。红的呢就跑过来砍你，它砍了之后刀会插在地上，它会拔半天，这个时候就是你攻击它最好的机会。好，蓝色的又更猛一点，这是精英怪，攻击的延迟比较少。再打一个呢，这个机器就炸了。又是一个红的，这个好打。游戏的节奏还是很快的。我现在玩这个游戏，和当年比，实在是反应要下降了很多。但好在游戏的难度并不是特别高。这是一辆运兵车，看起来主要的用途呢是运输，没有什么战斗的装备，除了车头。本关的 BOSS 就是这辆运兵车的车头。慢慢清吧，这个机器人别让它落地，落地之后呢，它该想办法打咱们了。在空中就把它清掉。游戏也是比较硬核的。哦，这个下面一个车，上面一个飞机车，一起玩不好吧？哦，还能这样啊，这个腿。哎，我的键位坏了啊，我方向坏了啊，不是故意的。好了，射了一发，行了，打 BOSS 啊，车头在这儿。车头呢就两种攻击方式吧，一种是上面呢有一个炮台，里边会出来小兵。比较猛的攻击方式就是这个，它是有一个缺口的，你要钻过去。看起来这个攻击方式没什么威胁，但实际上它如果和上面炮台的小兵配合，就很难处理了。当这个缺口出现的时候，你基本上只有一个机会跳进来，但是你跳进来的时候，如果被这个炮台给封住了，那基本上一条命就没有了。所以说要注意处理炮台的小兵，然后呢再往里面跳。好，进来可以了，过关。哎，上不去了，再让我上一次呗。好，第二关过关。看看咱们的勋章数现在到了300，通关之前应该能升到顶的。第3关，开了一个高达。这个高达呢，两种攻击方式，一个是肩部的机枪，
还有一种呢是扔出来绿色的球，它这个能量球如果遇到这些钢索，就会沿着钢索向上发射放电，这个电如果打到敌人也是有攻击力的。所以这个攻击方式就是为这个场景量身定制的。那也就意味着过了这个场景，这个机器它肯定要爆的，所以说咱们也不用太珍惜。本作的这些载具都不用太在意，非常的多。一个妹子一个妹子的救啊！红了，已经红了，那机器已经红了，要炸！我下来了。抢了一个对面的飞船，这个飞船也算是扛打吧。已经被打了2下，我开上有15秒钟了，被打了2下了。黄色的是精英小兵啊，他来回砍钢索的速度比较快。飞船已经红了，估计还能再挨一下吧。不过这里已经过了，还能抢到新的。我已经掉下来了。好，又抢了一个，救人救人啊！都是我的啊，不要抢，我全都要。这个对面的机器好呆呀，它只能沿着一个钢索移动。哇，黄色的精英怪动作非常灵活，一下子就翻上去了。这个怪也是看起来非常猛，但是只能往前面射。它不像咱们啊，可以向任意角度射击，这个很重要。又救了一堆。这款游戏叫做《钢炮部队》，再跟大家说明一下，因为我发现很多时候我游戏里边说了一次游戏的名字，还有很多小伙伴会给我留言说什么平台的，游戏叫什么，手机能玩吗？所以呢，咱们这个字幕再打一遍。这个矿车如果你不打的话，它自己也会出来的，但是这个逮虾户模式我一定要吐槽一下，这众所周知啊，摩托有2个轱辘，它为什么要抬起来一个呢？红色的这个兵让我想起了重装机兵，那种反坦克步兵。本关不远就 BOSS 战了啊！这关的流程还算稍短，4分钟吧。BOSS 是蜈蚣长老，这个 BOSS 我要吐槽一下，这个 BOSS 可能是整个游戏里让我最不舒服的 BOSS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攻击判定非常的严格啊，就像这种东西，他这个电攻击的范围比他的贴图要大。所以说你一定要离他的闪电远一点，这个就不像第4关 BOSS。一会儿到第4关 BOSS 我再跟大家说，第4关 BOSS 实在是太好了。看这个电啊，慢慢移动，好，打碎了一个，这样咱们有比较大的空间。那 BOSS 还有一种攻击方式是吐蜘蛛丝，好，用了一次，但是呢他已经挂了。这个 BOSS 真的打的时候一定要小心，因为2个闪电中间给你留的空间比较小，而且呢游戏的节奏速度比较快，所以躲起来还是要非常注意的。我的徽章已经600了，还有2关应该能升满。好，第4关开场就给载具。如果双打的话，肯定有个小伙伴要不行了。看空中还有一个载具，游戏拖慢了，敌方太多了，而且各种的爆炸效果。哎，我的载具打爆了。
这个怪挺讨厌的，发射的导弹是跟踪的，但好在呢可以被子弹来打碎。知道了一个 P， 这样子弹加强。第3关的场景其实就比较少，只有2个，这是一个喷火坦克。第4关呢就更少，只有1个场景，不会切换的。好，这是一个新的载具，导弹机甲。看它这个导弹啊，是成串发射的，一发射一串。我上边好多呀，我要去救人，我要下来。可以了，全得着。对面的一个战车看起来像是潜水艇，不像是地面作战的兵器。好，把我的载具又打爆了。利用我的子弹把他的导弹封住。哦，下边这个还是个运兵车呀。又一个载具，这是喷绿火的，但这个载具太大了，这个着弹面积你肯定是保它保不住多久，所以也就不用保了，上去一顿喷就完事儿了。又一个载具，但这个载具呢是个机枪，这个机枪呢是不会保护你的，如果子弹打到你是优先是咱们的主人公承受伤害的，不是载具承受伤害。这个机枪有一点像第1关 BOSS 车头的那个啊，其实车头那里还有一个机枪的，但是我全程都在开战车。好，这个建筑物里边就是本关的 BOSS， 咱们可以先把它组件打碎2个，但实际上呢没有打倒它。好，小 BOSS 战来了一个飞机，这个飞机又是第1关的那个，但是呢这次不一样了，里边装了很多的摩托车手。哦，这飞机坠毁的时候撞爆了很多敌方的小兵。好了 ，BOSS 战啊，下边那个小姐姐我是没机会去救了。这个 BOSS 我为什么说它好呢？大家看这个手啊，它的攻击范围比他的这个手小多了，而且还有一点是他这个手出现攻击判定的时机也特别的短，包括他扔的地上的这些炸弹，攻击范围也比这个光柱要小得多。你看，如果 BOSS 都这样的话，就非常好打了，对吧？像第3关 BOSS 那种啊，实在是有点恶心了，太严格了，判定太严格了。好，这里咱们下来。BOSS 就这几种攻击方式吧，而且也不太抗打。他每次伸手抓你之前都会吼一声，这个就非常明显。所以说本关的难度真不算高。这些 BOSS 呢，按难度排名的话，我觉得第3关 BOSS 是最难的，其次是第2关，第1关、第4关还有最终 BOSS 难度差不多。最终 BOSS 别看排到最后，其实非常的垃圾的。如果本作没有第3关那只蜈蚣，我就可以说我不是针对谁。但是呢，由于有它存在，我只能说除了它，在座的各个 BOSS 都是垃圾。哎，这个场景让我想起了魂斗罗精神，对吧？最终 BOSS 那里，哎呀！这个导弹攻击力真高啊！我的载具啊被打了一下，竟然已经红了。救人，已经最后1关了。你看对面这个战车啊，还会把我的子弹弹出去，说明很硬啊。这个场景有一点需要注意，就是咱们爬上爬下的时候，从上层可以非常方便的下来，但如果从下层往上去，你需要爬梯子。来吧，和对面的战车搞出了拼刺刀的感觉啊！
枪管对着射，还是咱们技高一筹啊！救人，哎，好像有一个小姐姐直接掉下去了。可以了，看最后这关的场景，发现了很多外星生物。其实这个感觉让我想起了《合金弹头2代》最后那关啊，突然出现了很多火星人。现在也一样，但是这些外星人的攻击方式都比较落后。相当于捡了个弹夹吧，刚刚。好，又开始轮了。这个眼睛呢是发射能量波的。那2个武器不捡了，我感觉我400-500发呢可以往前轮很久。看这个平台的高度，咱们就可以自由的爬上爬下。后面的激光龙可惜它射的比较近，没咱们射得远，所以说打它还是比较容易。射得远真的是优势啊！这个场景虽然大概只有2分钟，但是对面的兵种实在是非常的多。刚刚我已经见识过了至少7-8种了，前面还有。这里有一只精英怪，这个精英怪非常垃圾。它的攻击方式只有一种啊，伸出头上的触角，放电，然后往前冲。你站在它身后或者站在它下边打它就完事儿了。下面这只也一样，好，爆炸了之后呢，它就跑了。哎，这个我要追上，好的，又来了。2只，打爆它！啊，前方就是最终 BOSS 战了。这个最终 BOSS 相当好打，你熟悉它的套路就完事儿了。但是注意啊，这里开场要先躲一下，这里是一个出剑杀的地方，它会袭击你一下，给你一拳。好。他的攻击方式呢，就只有这一拳，然后呢，吐火就没了。他放的小兵呢，在边上吐子弹，也打不到咱们。这个迷之操作呀，收回来了，然后要吐火，我们转圈躲就完事儿了。他拳头砸你那下呢，眼睛要先放光，好像是在玩拳皇97啊。好。放大招之前爆了，可以了。2形态，呢，注意一点啊，它会把垃圾甩出来，咱们躲一下就可以了，这样它就掉下去了。然后3形态还会爬上来，就只能挨打，然后这样就打完了。大家说这个最终 BOSS 真的是奇弱无比。OK， 通关之后呢，其实游戏还可以从第1关重新开始玩的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动作射击游戏《钢炮部队》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